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颗美丽的曼谷日落。它是由万代兰和指甲兰两个不同属的兰花夹交而成。我们一般就叫它小型万代兰。它不像一般的万代兰的植株那么巨大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。它的花也没有普通万代兰那么大，相比起来它就小多了，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美。它色彩丰富，花心是黄色，花瓣由黄向橘红色过渡，它的唇瓣是很娇嫩的粉红色，还有棕色的蕊柱头在花中心点缀，绚丽多彩，就像空中的彩虹。40多朵花形成一串，花与花之间密集紧凑，色彩斑斓，既明亮又柔和，如梦如幻。它还散发着一种非常好闻的香味，欣赏着它，犹如享受着曼谷日落的浪漫。花如其名，它是我在2021年母亲节的礼物，收到的时候是裸根的。我养了它一段时间，出了很多漂亮的水晶根。为了养殖的方便，我把它用植料来养起来。第二年的12月份，它第一次来花，我被它的花色惊艳了，就像日落余晖，非常美。它每一年的花量在增大，越开越多，越开越美丽。很多人都被它的美吸引住了，问怎么养。其实它一点都不难养，如果你有条件可以裸根养的话，那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怕闷根。裸根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用任何的植料，每天喷水，干了再喷，干湿循环。也可以像水培一样，白天泡水，晚上把水倒掉，让它干湿循环。我最早的时候养出这么漂亮的根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养的。但是因为我花太多了，没有时间这样专门的去照顾它，所以我把它种在植料里面。我用什么植料呢？我是用粗颗粒的植料，用中号的树皮、桃粒还有木炭混合。它在这样的植料里面长得非常好。看看植株的叶子、根，它还长了一个 baby。它的叶子很多，而且长得很紧凑，一看就知道它长得很开心。再把盆拿起来，让大家看清楚它盆内的情况。我是用一个6寸很透气的盆，很多的气孔，所以盆内的环境是非常透气的。盆内的根也长得不错，不少的根还从气孔里面长出来了。从这些根可以看到它长得非常健康，所以说不一定要裸根养，用植料来养也可以养得很好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怎么来照顾它的。首先，它是喜温暖怕冷的植物。当晚上的温度低至华氏50度、摄氏10度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挪进室内。在室内没有开花的情况下，我是用泡盆的方式来给水。当盆内的根的颜色变浅了，就可以泡盆了，大概是1周左右。如果有花开的时候就不泡盆了，直接浇水，因为泡盆可能水分太多，花会早谢。在室外的时候，通常我就直接用水龙头来浇。春天的时候大概3-4天就浇一次，夏天的时候隔1天就要浇水，甚至是每天要浇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就大概2-3天浇一次水。具体的还是要看盆内的植料，如果盆内的植料还是湿的，那就再等一等。现在来说一下肥料。
在春天我把它拿到室外之前，我会在盆面上撒一点好康多缓释肥，大概是1/4茶匙。另外每周还给它用一次液体肥，是用建议浓度的1/4的均衡肥。用均衡肥的目的就是想把植株养壮养好。很多的人为了着急要看花，拼命的施催花肥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养护也要看季节，春夏是它长身体的时候，就应该用均衡肥把植株养壮。到了秋季重阳节之后，我就会给它撒一点磨肥。磨肥的含磷量很高，对它的开花还有植物的抗病抗冻的能力会有帮助。用量呢，大概就是1/4茶匙。其实它开花最重要的还是光照，看这些叶子就是有充足光照的。叶上的棕色斑点并不是晒伤，是它的基因是这样子的。如果叶子是紫红色，像烤红薯一样，那是光太强了。如果叶是深绿色，那是光太弱了。最后跟大家私人分享，一般人不会告诉你的，就是要看轴。我这个轴很密集很饱满的，那这花就养得很好。如果它是扁扁的皱皱的，最底下的叶子会慢慢的脱落，那么它就是养得太干，或者是盆内的根已经烂掉，它吸不到水了。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它的叶子会从下面一层一层的掉，一直往上掉，我们称它为脱裤子。脱裤子就是植物水分不够了。最后要说的就是病虫害，可能因为它的叶子又厚又硬，虫不喜欢吃，它也不容易生病。只要你掌握好浇水的量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如果你的花看上去很健康，就是不开花，尝试增加光照吧。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，谢谢收看。